中国未来几个月猪肉价格上涨。Bloomberg， 反复爆发的非洲猪瘟已经回到中国，可能会推高肉类价格。随着这种疾病继续摧毁中国的猪群，一些地区仍在与这种传染病做斗争。荷兰合作银行集团预计，继1月和2月的严重疫情之后，最新一波疫情将在第2季度降低产能并推高猪肉价格。荷兰合作银行 Rabobank 高级分析师潘晨军 Pan Chanjun 估计，最新一波疫情影响了全国 10% 的母猪群，这些母猪群控制着生猪生产，导致未来几个月价格上涨。猪肉价格飙升将助长通货膨胀，因为猪肉是中国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关键因素。在中国很难获得有关非洲猪瘟的官方数据，因为受影响的猪场通过在紧急情况下出售猪来减少该疾病的经济影响。这使得分析师和交易员进行研究以评估损失。根据这项研究，目前的疫情可能会损失 8% 至 15% 的产量。让外界生疑的李强到底行不行？法广，中国新总理李强首场记者会称自己是老网民，对民企和外资喊话也引起不少议论。有人注意到他说话不带金句，不背稿子，口语化，尽管并没有回答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倒悬接地气。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掌权以来，公开场合很少说话，少数传出来的成为笑谈，比如要大家撸起袖子干，比如指责外国人吃饱了没事干等。后来的公开讲话必背稿，喜欢引经据典，结果读得比较吃力。作为领导人有时还是不得已要说话的，比如去年 G20 印尼峰会间隙，习找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论理，批评后者把两人的谈话传给了媒体，习看来没有背稿，土腔又流露出来了。李强的前任李克强随便谈话没问题，但到后来快下台时，说话也有点磕磕巴巴，断句断得很不自然。最后告别时说出了人在做，天在看，悲愤还是苦涩。不过，他说中国还有6亿多人每月收入不到1000元，许多人还记得。对李强的记者会首秀，有观察人士不以为然，不就是延安土八路那一套画风？批评者指现在中常委学历出身一个不如一个，这一点非常接近文革前的班子，但文革前那一班人至少是名副其实的土八路打江山的。赞赏的则以为李强讲话朴实。中共一代老干部都是这样讲话，现在的基层领导干部占山为王，也是这种不太忌讳的讲话风格，但一到了中央泡久了，说话风格就慢慢变了。李强终于有了在国际场合讲话的机会，显得接地气。一方面可能与其刚脱离基层不久有关，另一方面与其官场快速升迁，得到习近平超级把舵有关。习从今而后俨然大家长，只抓大事，比如抓他最操心的国家安全，专心当舵手，经济民生的事就交给李强办了。华尔街日报也报道说，李强是一位在习近平面前说得上话的中国新总理。中国的经济在习近平3年严酷清零之下，在中共几十年严酷的人口生育限制政策之下，已经到了窒息的地步，现在被迫取消清零，被迫重新抓经济，被迫放开人口生育。无论如何，在全球经济反弹大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反弹是指日可待的。因此，李强开局之年承诺来个 5% 的 GDP， 虽然为几十年最低，也应该是可以企及的，但懂得经济的都知道，中国经济内部的运行问题严重，青年失业率之高，金融系统之不良，房地产饱含的巨大泡沫，都面临住总爆破的威胁。李强在完成出任总理的蜜月期之后，能否让中国走出危机四伏的经济低谷，是要打一个严重的问号的。而且，最让外界生疑的是，仅仅在几个月前，李强还是上海大清零的总指挥，上海那场空前的大清零，硬是把一座中外驰名的国际大都市的经济增长变成破天荒的负增长。
习近平想让自己在浙江担任省委书记时的大秘李强担任总理。20大前，中国官场人人皆知，只是在发生上海大清零这样遭人怨声载道、造成严重人道灾难的大清零之后，不要说老百姓痛骂李强，就连围上的官场也对李强的升迁打上了问号。当时就有知名观察人士列出2种前景，要么李强20大不入常，但是这样的话就等于说清零有罪，等于间接谴责了清零政策的制定者习近平；要么让李强上，习近平借此为自己3年清零做出重大肯定，显示一切我说了算，在肯定李强的同时肯定自己的威权。现在看来，习近平选择了后者。2月份中共政治局肯定防疫取得重大胜利，而且说成是人类文明史的重大成果，也是这种逻辑的延伸。就是说，清零不会错，错了等于说习近平错了；清零是对的，等于说习近平是英明的。这是李强当上总理的权力逻辑。有些对李强渐渐有好评的，尤其对李强新闻记者会有好感的人认为，上海大清零也不能单单怪李强，那是习近平下令做的，李强岂敢违背？而且，李强本来是要在上海做精准清零的，有人甚至指出，李强担任江浙等省领导或者初到上海时，还是颇有一点实干精神，这和他在新闻会上的讲话劲头是一致的。独立政治学者陈道银不这样认为，他对《费加罗报》说，作为全国最大城市的地方领导人，李克强有一些自主权，若不与中央政府对抗，至少可以设法减轻这些措施。但他服从了命令，这就是新政府团队的象征。还有人则以蔡奇的故事作比，现在的中共常委、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地方上时也是比较实干的，还在知乎上与人对话。访问台湾后还写过博客连载，虽然做着官，似乎给人一种想与民间通生气的感觉，但一调到北京就要清除低端人口了，变得凶神恶煞。现在你从蔡奇的脸上能看得出昔日蔡奇一星半点的样子吗？李强的升迁之路不也如此吗？纽约时报14日的相关报道也认为，李强在上海防疫上的转向显示出他对习近平的忠诚，这一点似乎让他在过去20年里一直与这位最高领导人保持着密切联系，并最终使他在周6被提拔到总理位置。李强能有多大程度的自主权是一个问题。李克强虽然是一位弱势总理，其后来大权独揽，但对李克强还有形式上的尊重，因为李克强的官位与他一样均来自前朝，而李强的升迁至此，在独立学者邓玉文看来，李强今天的地位完全仰赖习，其总理合法性来自习，未来的政治行情也取决习，可以说，他完全是弱势和被动的一方，没有资格和能力对习说不。两会前媒体透露的在结束清零的问题上他敢对习抗命的信息肯定是不准确的。3月15日，李强任总理后主持召开新一届国务院第1次常务会议，他说，新一届政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全国两会精神，认真抓好贯彻落实。他强调，国务院首先是政治机关，必须其制先明讲政治，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国务院首先是政治机关，李强知道自己的官是怎磨得来的。美国印太司令，中国拒绝美方沟通请求。美国一位高级军官说，中国继续无视美军发出的恢复两军战区领导通话的请求。据彭博社报道，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周4 16日说，在伙伴国呼吁对话后，他一直在安排与中国相应官员接触。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Lloyd Austin 与前中国国防部部长魏凤和在几个月前的一次会议上也支持对话。
在去年8月，美国时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后，中国大陆切断了与美国在军事、气候变化及其他问题上的磋商。阿奎利诺说，我已经有1年半的时间没有收到接受我发出的通话请求的回复了。我们继续询问，因为我确实认为这很重要，但令我担心的是有什么理由让我没有能力与对方通话。阿奎利诺谈到美国在该地区的伙伴国时说，我有能很快地向他们发信或打电话，他们也有能力很快地向我发信或打电话寻求帮助。我希望与中国之间也有同样的选项，目前这个选项不存在，但这不是因为我们在这方面缺乏尝试。SVB 动荡后，中国科技巨头的盈利备受关注。Bloomberg腾讯控股等中国顶级科技公司可能会为全球投资者提供救济，以应对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贸易紧张局势，以及监管部门对数据保护和内容适用性的关注。腾讯拥有众多游戏的安全许可，并计划推出电子竞技联盟，但是中国经济中将持续存在价格竞争和监管风险的风险。中国电动汽车 EV 制造商吉利汽车控股公司将于周二早盘交易后发布财报，强调其全年收入可能增长 30% 以上，销量环比增长 9.5%。尽管如此，智慧手机镜头的前景可能仍然暗淡，在库存过剩和经济压力的背景下，需求预计不会复苏。周三，腾讯控股将在收盘后公布财报。分析师预计，随着金融科技和广告业务的改善以及游戏审批的改善，前景将谨慎乐观。此外，投资者将等待腾讯可能剥离其股权投资组合。此前，腾讯去年已将送餐巨头美团的多数股权分配给投资者。投资者也在寻找腾讯和网易进口外国游戏智慧财产权的能力的迹象。因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可能会影响这一点。中国移动周四收盘后公布全年财报，尽管预计前景将更强劲，但该航空公司表示，其2022年的股息支付率将提高，今年的现金支付也将提高到利润的 70% 以上。此外，随着国有企业可能加快在全国采用 5G， 中国移动将保持其领先地位。谢谢收看中国形势节目。